妈妈无名无分地给爸爸做了20年情妇。我18岁生日前夕，爸爸叫来管家帮我们母女打包行李。3天后你们就搬出去吧，以后没事不要打扰我了。妈妈愣住了，指着张灯结彩的别墅问：3天后不是要给若若办成人礼吗？爸爸闻言笑了起来，谁说那是给他办的？明珠明天就搬来了，他女儿小月3天后生日，那是给小月操办的，不是吧？你们母女还真以为自己上得了台面，配当我乔家夫人和千金？我拉起红了眼眶的妈妈，乔爷，是我们不识抬举了，我们马上离开。爸爸见状点了点头，转身离开。他走后，我正发愁要怎么安慰妈妈时，他突然说出了一串电话号码，让我用手机拨通。电话接通后，告诉你老爷，霍家长女愿意回家联姻了。3天后，乔家千金的成人礼上，华国最古老的尹氏家族霍家公然宣布，40年未出阁的长女霍莲要嫁人了。电话那头的男生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。20年过去，你终于想明白，愿意回家了。妈妈的眉头紧皱，苦涩一笑，对不起。爸爸，从前的事情是我太任性，给您添麻烦了。这次我是真的想明白，不会再和您闹脾气了。挂断电话后，妈妈朝我露出抱歉的笑容，伸手摸了摸我的头，安慰我：妈妈不会让你受欺负的，我们回家。离开这里，他牵着我的手进屋，准备收拾行李。但刚进屋，我们就愣在了原地。屋内遍地狼藉，随处可见被剪刀剪碎的衣服，砸碎的数学竞赛奖杯碎片，以及被摔碎的相框碎片。妈妈的脸色瞬间苍白，视线死死粘在合照上，那是爸爸和妈妈之间的唯一一张合照。照片上，妈妈靠在爸爸怀里，一脸幸福地抚摸自己隆起的小腹，爸爸也一反常态，笑眯眯地看向妈妈，眼底满是喜悦。在我出生后，妈妈告诉我，怀孕期间是她感觉最幸福的时刻，那段时间就像梦一样。你爸爸还答应我，生下孩子后就和我结婚。可在我出生后，爸爸却突然反悔了，他开始夜不归宿，绝口不提结婚的事情，对妈妈的态度一落千丈，放任妈妈跟在他身边做一个无名无分的情人。可妈妈却把那张照片视若珍宝，每晚入睡前都要盯着照片发呆，回忆从前，仿佛只要照片还在，爸爸对他的爱意就还在。察觉到我们进屋，管家转身面向我们，乔爷特意嘱咐，别墅内所有有关你们的东西都要销毁处理，否则夫人和小姐回家后看见会不高兴。我们的工作已经完成，你们可以进来收拾行李了。说完，管家径直离开，只剩下我和妈妈站在一片狼藉里，愣然发怔。我抿了抿唇，捡起地上残缺不全的照片，妈妈，我帮你用胶水把照片拼好。妈妈却摇头，从我手中拿过照片，撕碎扔进了垃圾桶里。没必要了。被管家这么一闹，我和妈妈能带走的东西所剩无几。草草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在行李箱里后，我和妈妈离开了别墅。别墅外，佣人们来来往往，为3天后的成人礼忙碌不已。精心设置摆好的玫瑰花束被小心搬进花园，细心安置。佣人们窃窃私语，乔月小姐只是说了一句喜欢雪玫瑰，老爷就吩咐我们把雪玫瑰摆满整个别墅。雪玫瑰一朵就要上1000元呢，老爷真重视乔月小姐的成人礼。听到乔月的名字，我仍旧不自觉地酸了鼻头，思绪在一瞬间飘回从前。年幼的我天真的以为爸爸不喜欢我，是因为我是一个女孩，是因为我没有男孩优秀，不能继承家业。为了得到爸爸的关爱，证明自己的能力，我拼了命的学习，越级参加数学竞赛，力求事事完美。可当我拿着竞赛第一的奖杯找到在厨房忙碌的爸爸，求他陪我过生日时，得到的却是爸爸打在脸上不耐烦的巴掌和一声滚，管好你的种，再烦我一次，你们就都给我滚出这个家。爸爸把我扔给妈妈后，头也不回的离开。当天晚上，爸爸没有回家，而是在0点准时发了一条朋友圈，配文：祝宝贝生日快乐。照片上，爸爸一手抱着和我差不多大的女孩，一手抱着一个美艳女人，笑得惬意。角落的茶几上还摆放着一个小小的姜饼屋，是爸爸临走前在厨房亲手做的，做了足足3个小时才做好。妈妈那时还笑着调侃道，说姜饼屋一定是爸爸送给我的生日礼物，所以才会做得这么认真专注。可妈妈说错了，礼物不是送给我的，是送给乔月的。爸爸不是不喜欢女孩，而是不喜欢我。妈妈察觉到我低落的情绪，目光在别墅里奢华的生日装饰上扫过一圈后，立刻伸手将我抱在怀里。等今晚到家后，妈妈一定给你办一个更大更奢华的成人礼。听到妈妈的声音，我悲伤的情绪立刻缓解不少。我回握住妈妈的手，点了点头。对我和妈妈来说，眼前最重要的事是赶上今晚8点回 C 市的飞机航班。但天不随人愿，刚踏出大门，空中就划下一道闪电，紧接着瓢泼大雨落下。我和妈妈避无可避，只好又退回了别墅内，等待雨停。这时，航空公司打来了电话，请问是霍莲小姐吗？今天迎来全市最大的雷雨天气，您的航班延误取消，为您更改到3天后，您是否同意？妈妈看着门外瓢泼落下的大雨，无奈地叹了口气。和航空公司确认手续办理后，妈妈又给老爷打了个电话，飞机航班延误了，3天后您再派人到机场接我和若若，好吗？电话那头，老爷却立刻拒绝了妈妈的提议。3天后，我亲自去乔家接你。妈妈神情明显一怔，有些不知所措。老爷冷哼一声，语气里带了些愤怒。我收到了乔家发来的邀请函，你在乔家受的委屈，我现在一清二楚。乔良欺负我女儿这么多年，别想轻易算了，在乔家等我，爸爸来接你回家。妈妈明显一怔，有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。她闭上眼，
轻声叹息：“爸爸，谢谢你。”妈妈和姥爷之间的感情比我和爸爸之间更加深厚。挂断和姥爷的电话后，妈妈在手机上订了附近的酒店和出租车，打算带着我在酒店度过剩下的3天，等到乔月成人礼时再出现在乔家和姥爷团聚。就在我们站在门外等车时，爸爸突然出现，看到我们被雨淋湿的狼狈模样，爸爸挑了挑眉：“不是让你们滚了吗？怎么还没走？”他盯着妈妈被雨水淋湿的身体，饶有趣味地舔了舔唇：“还是说你们贼心不死，还想回来和明珠抢位置？这次想用什么手段，勾引还是卖惨？”妈妈警惕地把我护在身后，她拿出了飞机航班改签的截图，淡然解释：“放心，我既然决定要走，就绝不会再对你死缠烂打、纠缠不放。”妈妈说完后，爸爸明显一愣，他歪了歪头，看着妈妈的眼神中闪过一丝茫然，又很快恢复正常，径直从我们身边掠过。但就在我和妈妈坐上出租车准备离开时，爸爸却突然开车折返，别停了我们的车。他上前强硬地把我和妈妈拽下车：“你毕竟跟了我20年，看你这么识大体，让你离开的这么落魄，我也于心不忍。正好若若和小月的生日是同一天，让他们一起过完18岁生日再走。”说完，没等我和妈妈拒绝，管家就径直又把我们拽进别墅。我有些茫然，不知道爸爸又想做什么。前一秒还在逼着我们离开，下一秒却又假装善良，强硬地把我们拉回别墅。这不符合他平日的作风，他绝对不可能对我和妈妈如此善良好心。难道他良心未泯，对我和妈妈还有最后一丝留念吗？想到爸爸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，我的心底莫名升起一阵隐隐的期待。18年来父爱的缺失，让我对爸爸的态度格外敏感，总是不自觉地想要追求父爱。我在深夜辗转反侧，猜测爸爸留下我们的原因。很快我就得到了问题的答案。第二天一早凌晨，我和妈妈的房门被人强行破开，管家带着保姆走近，强硬地为我们换上蹩脚不合身的佣人服，拽着我们进了大厅。富丽堂皇的大厅内，赵明珠和乔月笑盈盈地坐在沙发上，打量着我们。爸爸抿了口茶，得意洋洋地介绍：“小月，你想要霍连母女俩给你们做佣人的生日愿望，我帮你实现了。接下来他们俩我就交给你们了，随便你们怎么使唤。”他沾沾自喜，走到我的面前炫耀：“就算你和爸爸住在一起18年又怎么样？爸爸心里最爱的女儿还是我。你不过是贱女人生下的贱种，要不是爸爸好心念在这点血缘亲情，早把你赶出去流落街头了。”听到乔月侮辱妈妈，我心底的怒火再也忍耐不住，捏紧了拳头朝乔月挥去。这一拳头我用了10乘10的力气，乔月没有防备，被我打得一个踉跄，她巴掌大的白皙小脸上瞬间红肿，浮现青紫的淤青。乔月眼底含泪，捂着脸不敢置信的大喊：“爸爸，乔若打我，她疯了！”爸爸立刻将乔月护在身后，心疼不已。乔若，滚过来跪下给小月道歉。我抬起眼看向爸爸，心底对他的最后一丝期望也彻底消散。想到昨天晚上心底对爸爸的那丝幻想，我忍不住自嘲，事到如今，我居然还在奢求爸爸身上不存在的父爱。明明在他的心里，从未当我是他的女儿。正如乔月所说，我在他的心里只是一个不该出生的贱种。我攥紧了拳头，将妈妈护在身后。妈妈，别待在这里，我们回去住酒店吧。说完，我抬脚就要带着妈妈离开。爸爸走上前，拦住了我们。他面目狰狞：“乔家是你们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吗？”我和妈妈没能顺利离开。乔月为了报复我，让管家把我推进了花园的水池里，几百条鳝鱼被放进水池，黏腻地缠上我的手腕、脚踝，一寸寸收紧，让我几乎窒息。看着我挣扎缺氧的狼狈模样，乔月捧腹大笑。我被放在水池里泡了整整3个小时，才被人捞上岸。晚风浸过被池水彻底打湿的衣衫，让人寒意刺骨。我被冻得瑟瑟发抖，连牙齿都在打颤。乔月捂着脸走到我面前，笑声格外尖锐刺耳：“活该，这就是你的报应。”赵明珠漫不经心地瞥了我一眼，又看向妈妈，她低声嗤笑：“山鸡就是山鸡，再怎么飞也攀不上高枝变凤凰。霍连，你就等着2天后看我成为乔家女主人。从前你斗不过我，现在你也斗不过我，你一辈子都是被我踩在脚底下的贱命。你女儿也是。”赵明珠轻飘飘地撂下这句话后，带着乔月离开。瑟瑟寒风中，妈妈用被子将我紧紧裹住，她同样浑身湿透，纤弱的身体在寒风中更显脆弱。一向温和的妈妈的眼底第一次有了怒意，抱着我的手连指节都用力到发抖。2天后，妈妈一定帮你报仇。在那之后的时间里，妈妈和姥爷之间的联系越发紧密。成人礼当天，妈妈嘱咐我在房间里等待后，就独自一个人去见了姥爷。等待期间，乔月从一旁路过，从其他佣人口中知道我在等姥爷后，他笑出了声：“别自作多情了，这是我的成人礼，怎么可能邀请你们家的那堆穷亲戚来？乔家的晚宴可不是什么脏东西都能混进来的。”说完，他鄙夷地看向我身上打补丁的旧裙子：“谁允许你在我的成人礼上打扮的？佣人就该有个佣人的样子。”管家，把他的衣服给我扒下来。管家立刻上前，就要带着人冲上来撕扯我的衣服，争执声太大，一时间吸引了不少目光。就在我即将被管家拖走时，忽然有人出声阻拦。光天化日之下扒女孩子的裙子，这就是你们乔家的家教？和电话里的声音如出一辙。我猛然抬头，正对上一双温和的双眼，一位高挑消瘦、气度不凡的老人不紧不慢走来。
拉住了我的手臂，要求乔越松手。乔越自小娇生惯养，众星捧月般长大，从没被人用如此严厉的语气呵斥。他的眉毛高高拧起，不客气地骂道：“臭老头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敢管我的事？”爸爸匆匆赶来，掰开了乔越的手，他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，一边朝老爷道歉：“小月年龄还小，说话有些莽撞，请霍总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不要和小姑娘一般介意。”此话一出，周围的宾客皆是倒吸一口凉气。是华国最古老的尹氏家族霍家，就是他们。听说乔梁为了给乔越庆生，费了好大一番功夫，特意请霍家人参加，就为了让乔越面上有光。谁能想到，霍总刚到就被乔越臭骂一通呢？这下可有好戏看了。听到周围的议论声，乔越这才恍然大悟，他脸色煞白，飞速松开了我，一改从前在我面前嚣张跋扈的样子，唯唯诺诺的朝老爷鞠躬道歉。老爷不紧不慢地点头，表示自己可以原谅乔越，但前提条件是要从乔越手中带走我，并且要乔越当众向我鞠躬道歉。乔家难道小气到连这点小要求都不答应？虽然是疑问，却带着不容拒绝的强势。爸爸不敢拒绝，连连点头。乔越虽然不愿意，但碍于霍家的面子，只得不情不愿地低头向我道歉。看着他低下的后脑勺，老爷的目光转向我，道歉不够诚意，重做一次，直到你满意为止。直到乔越额头冷汗密布，脸上精致的妆容被汗水晕成一团污渍，腰也弯到几乎直不起来时，老爷这才叫停，带着我离开。在我们离开的身后，隐约还能听到乔越愤愤不平的抱怨声。老爷带着我一路进了客房，客房里，妈妈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。她穿着流光溢彩的礼服，和一位成熟帅气的中年男人坐在一起，只一眼我就认出他是妈妈曾经向我提起过的竹马断星。见到我，妈妈立刻红了眼眶，将我紧紧抱在怀里。等到我和妈妈情绪平复后，老爷适时出声提醒：“走吧，我们还有正事要办。”大厅里，乔越的成人礼已经开始了，他如同一只骄傲的天鹅，在人群中心高傲地抬头，享受众人对他的恭贺。爸爸看见老爷出现，立刻派人将老爷请到身边，请他祝福乔越。老爷没有附和爸爸，只是笑着道：“正好，霍家最近也有一件喜事想要和大家分享，也想得到各位的祝福。”爸爸立刻谄媚地将大
的表情愣住了，他不敢置信地扭头看向赵明珠，嘴唇蠕动，似乎是想要说什么，质问什么，但老爷没有给他开口的机会。他简单明了地下达了对乔家的宣判：从今天开始，霍家将停止一切对乔家的融资及商业合作，和乔家有商业往来的企业，霍家也将停止对你们的所有合作。此言一出，大厅内的商柜们纷纷从座位上起身，匆匆离开了乔家。他们步履匆匆，头也不回，仿佛乔家是什么洪水猛兽一般。等大厅内人群全部散去时，爸爸终于从昏迷中悠悠转醒。他迷茫地朝空荡荡的大厅巡视一圈后，询问乔月：“小月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其他人呢？”乔月眼圈通红，紧紧咬着下唇，一句话也说不出口。段兴叔叔挽起妈妈的手，淡然带她离开。在经过爸爸身边时，妈妈停住了脚步，将助理调查到的所有资料扔在了爸爸的身上，语气不带一丝波澜。乔月的亲爸爸听说小月是他的女儿后，特意回国来接小月父女团聚。你还愣着干什么？快站起来送小月回家啊！爸爸茫然地拿起那叠资料，在看清内容后，他浑身僵硬住了，脸色青紫相交，紧握住文件夹的手因为愤怒忍不住颤抖，哭喊声、厮打声、求饶声源源不断从露台传来。妈妈走过来，贴心地拉住了我的手，她说：“若若，我们回家了。”霍家处理乔家的速度极快，成人礼过后不过1周，乔氏集团就已经到了破产倒闭的边缘。商柜们为了不得罪霍家，纷纷自发和乔家割席，断绝一切往来。除了事业上的种种不顺外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是风波不断。自从乔月真正的身世曝光后，爸爸和赵明珠之间便产生了隔阂，再也不复曾经的爱幸福，连带着对乔月也是厌恶不堪，多看一眼都觉得恶心。爸爸开始频繁的夜不归宿，朋友圈里有关赵明珠和乔月的照片被他全部删除，干净的就像是这两人从来没出现过他的生活里一样。而乔月的朋友圈自从那天后再也没发过他自己的精修自拍9宫格，反而塞满了他和爸爸的合照，以及一些有关父爱的鸡汤，试图靠这些挽回爸爸对他的爱，但收效甚微。我哑然失笑，所谓的父女情深也不过如此。即使闹到这种地步，爸爸和赵明珠却仍旧没有离婚。妈妈告诉我，是来自爸爸对赵明珠的报复，他要赵明珠母女和他一起承担破产背下的巨额债务。妈妈轻笑一声，乔良就是这样的人，卑鄙自私，睚眦必报。在乔家东山再起前，他绝对不会放赵明珠母女离开。老爷接话，这辈子乔家都别想再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另一边，乔家则闹得越来越难堪。赵明珠似乎是终于对爸爸忍无可忍，在某一天夜里，他偷走了乔家的保险柜，携款潜逃了。令人意外的是，他并没有带乔月一起走。得知这条消息不久后，乔月出现在我面前，拦住了我。乔若才1个月不见，乔月却像是彻底变了一个人一样，脸色灰败，脸颊凹陷，双眼浮肿，手腕和脖子处甚至还有新鲜带血的伤痕。我不想再和他有多纠缠，用力抽回手，想要离开。乔月的手却抓得更紧了，他贴上我，强硬地要求我已经被你们害得快要家破人亡了，你们还不肯满意放过我们？如果你还记得自己是爸爸的女儿，就快点让霍家人收手。我气笑了，我歪了歪头，使劲甩开他的手。谁和你们乔家有关系了？我现在叫霍若，霍家才是我的家，你们算什么东西？我眯起眼，在乔月身上上下打量，嗤笑。不过倒是你，不是乔家的女儿，居然还能为了乔家这么尽心尽力，是因为你妈不要你了，所以你只能死乞白赖地缠着曾经的养父，宁愿给他当狗，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厌恶你，你还真是可怜。这些话字字句句都在往乔月的伤口上戳，他脸色涨红，愤怒到了极点。闭嘴，这一切都怪你。他越来越激动，最后居然从衣服里拿出一把尖刀，直直地刺向我。不愿意停手，那就去死啊！刀尖没能刺中我。保镖从我身后走出，一脚踢上乔月的手腕，夺过了尖刀。乔月被保镖用膝盖紧紧压在地上，整张脸都贴在地上，扭曲变形，只有猩红癫狂的双眼从未改变。他不甘心地抬头，狠狠地盯着我。我走到他身前，抬起手抡圆了手臂，狠狠扇在他白皙的脸上。闹够了，就该轮到我来清算旧账了。我活动手腕，18年的账，我们一笔笔慢慢算。乔月被鼻青脸肿的被赶回乔家的，他本想找到爸爸诉苦，用自己的行为向爸爸邀功撒娇，但等他回到家时，乔家别墅已经空无一人，连里面的各式家具都消失不见，只剩下光秃秃的承重墙。他茫然地在屋子里大喊：“爸爸，爸爸！”但无人应答。片刻后，大门被人推开，一群壮汉鱼贯而入，抓住乔月往车上拖。乔月惊恐地反抗：“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爸爸不会放过你们的！”壮汉们哈哈大笑，还以为自己是富二代、千金大小姐呢。就是你爸把你交给我们抵债的。乔月不敢置信：“我不信，怎么可能？爸爸不会这么对我的。”壮汉皱了皱眉头，随意用一块抹布塞进乔月的嘴里，让他闭嘴。你又不是他亲生的，他舍不得个屁呀！闭嘴！王总还在等着我们带你去酒店。在乔月被人带走的时间里，爸爸却在路上别停了妈妈的劳斯莱斯。他捧着鲜花从车上走下，敲了敲妈妈的车窗：“霍莲，我们还能聊聊吗？”妈妈沉默一瞬，叹了口气，最终还是下了车。为了防止爸爸做出和乔月一样偏激的行为，我和段兴叔叔也下了车，寸步不离地守着妈妈，保护她。
爸爸没说什么，只是把花交到了妈妈手里。他低下头，声音闷闷的。霍莲，从前是我不知道珍惜，我错付了你对我的真心，可我也是被赵明珠欺骗的受害者。这一切都是赵明珠的错，是她插足我们之间。爸爸的声音发颤。失去你后，我才知道，其实在我心里，我最爱的女人是你。再给一次机会，我们从头开始好吗？我知道你心里一定还有我。你和段星是因为家族联姻才在一起的，你们之间根本没有爱情，没有爱情的婚姻真的是你想要的吗？妈妈出声打断了爸爸的喋喋不休。谁说我们之间没有爱？我和段星是青梅竹马，从小他就喜欢我，而现在我也爱上了他，似乎是为了证明自己对段星叔叔的爱。妈妈直接歪头，当着爸爸的面亲上段星的脸。如你所见，我们很幸福。爸爸的表情一瞬间扭曲，他有些崩溃。你一定是在说气话，对不对？你还在气我和赵明珠领证的事情。我现在就和他离婚，娶你做乔太太。妈妈摇了摇头，晚了，一切都晚了。桥梁覆水难收。说完，妈妈就要转身离开，爸爸却不肯死心。他大步追上来，在妈妈身后大喊，他声音嘶哑，颤抖着：“霍莲，别抛下我！”妈妈还没说话，段星叔叔已经忍无可忍，他转身用力把爸爸推开。骚扰我未婚妻，给你骚扰上瘾了是不是？保镖，让他给我滚，禁止他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保镖从一旁出现，将爸爸拖走。余光中，我只能看到他跪在地上崩溃大哭的影子。他大步追上来，在妈妈身后大喊，他声音嘶哑，颤抖着：“霍莲，别抛下我！”妈妈还没说话，段星叔叔已经忍无可忍，他转身用力把爸爸推开。骚扰我未婚妻，给你骚扰上瘾了是不是？保镖，让他给我滚，禁止他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保镖从一旁出现，将爸爸拖走。余光中，我只能看到他跪在地上崩溃大哭的影子。回到霍家后，时间的流速陡然加快，妈妈和段星叔叔的婚礼如期而至。在漫天飞舞的白鸽的见证下，段星叔叔和妈妈四目相对，宣读誓言：无论贫穷还是富有，无论健康或疾病，我都将爱他，珍惜他，直到永远。段星叔叔单膝跪地，虔诚地为妈妈戴上戒指。他起身，紧紧地将妈妈拥入怀中，深情道：“我爱你。”妈妈眼含热泪，闭上眼，踮脚亲吻段星叔叔。我站在台下，扬起幸福的微笑。